拄按不跳闹热的曼谷，我熟识了一群姊妹，群岛基调的身躯，思想是基于疯疯的跳球，讲是讲，不过实起来啥有富有实。撒下来，我会去到700公里外的清迈，坐火车喊我实施电撞球。暗晡夜，我10岁到出门顺跳，半夜摸上睡了，车子地图点嗖嗖的，我拄新棍拄进门一格，门的讲的全部是下年阵5地的立场。我是廖永勋，大家人是我睇的。有人讲我用食物写诗，有人是我食物艺术家。我用食物来描写对事情的感受，体验人老人的关系。是讲有人因为爱嘅料理感同到，该系爱做处事最大嘅满足。礼拜我会对处事尊重旅行人，去到只国条用料理来记录立场。我老旅行变做一品菜。สวัสดีครับ，你好，我是陈翔。我是 Ted。哇，所以这些都是你的枪，这些都是我收藏的枪，你收藏的枪。是男孩子嘛，梦想。这一把枪的话，就是巴西过来，巴西做的，我们叫做 Taurus。这2把的话是美国的，像这个的话就是台湾警察会用到的，就是克拉克。我是一个脚步产的人，脚步中的食材我全记得。不过唐身上连等少个按多的枪啊，我忙唐食是不记得了。好，为什么泰国是可以合法拥有枪支的吗？泰国它现在是有开放，就是合法拥有枪支，但是年龄要25岁以上，然后他就会查家庭状况啊、金钱啊这些，如果都没问题的话，你要去培训。泰国它法律就是你可以拿枪是拥有保护我们家的财产，就是不能乱在马路上带枪是不行。我蛮好奇的，这每一把的价钱是多少？这种小手枪，像我买这个的话，它都是普通的牌子。都大概在9万到10万左右。台币9万到10万是含证照。含证照。那清迈这边一般人的收入大概是多少？一般人收入其实如果最补的话，就是一个月9240。哇，所以这个真的算非常非常贵。非常贵，在这里的话非常贵。你打枪的话，你要往前。那第一排看到陈翔啊，他是开 BMW 白色这样。
快速的通过。然后我们第一次见面在靶场，然后一下车就哇，留一个长头发，然后戴一个耳环，哇，然后身体又穿的那样的衣服，就是哇，能玩世不恭，很拽，很屁。哇，竟然有那么多把枪，肯定不是家里有非贵即富啦。对啊，一开始觉得哇，这好像我不同世界的人，觉得哦，我们频率好像没什么交集，应该不会有交集吧？这样，小屁孩。好，抬起来哦。头一摆见面，湿度较怕冲，色彩很浅，很蜡白。不过念是爱来亲埋上的款的，爱伫俩位是古商，上爱来看古迹。先想讲，校本机是冇问题的，因为机是系真专业的导游。这个就是我们清迈很重要的寺庙，非常重要的寺庙，我们叫做大塔寺。然后如果是泰文直接翻的话，我们就叫做瓦街迪龙寺。哇，接迪龙寺。对，你有听过我们泰北这边的兰纳王朝吗？没有哎。兰纳王朝，兰就是100万，纳就是道理，100万个道理的王朝。对啊，我们在泰北都会叫兰纳王朝。的时候啊，这几公花我们有说这个有公花，我们几乎都只接高端团，高端团就有一点像工作少，但是就是品质嘛，我们做的是品质。像导游啊这些，我们都培训的都是往服务第一。那你有没有自己的什么小 pebble？ 自己导游当导游的时候的小诀窍？诀窍第一个就是要先练习算命。算命？那你可以帮我算吗？我看了你这个，要把眼镜拿下来。你应该吃太多了。没有啦，因为我平常我们算命只是不是说真正的算命，对，我开玩笑的，就只是我们要看出这个人是怎么样，他是一个很激动的，还是一个很开朗，还是很开心，还是很好玩的，所以已经可以马上一眼就可以看出辨别这个客人到底是东西南北哪一种，马上就可以辨别。没错，哇，厉害！因为我们要跟客人待了最少就是5天4夜。然后等下你们从这里走过去，从那里出来。先前我把刀记下一则，新泡泡的有性格的细来，一下我持刀记动为老人告白，亲为群人，老人情甲别刀。好食也嘞。佢大爱去，佢快乐一看店啊，係佢吃到東風聲嘅配料店。哇，來了！哇，那麼多！來！哇，要該先吃哪一個？那我來先吃韭菜。好，我先吃個原味，再沾那個粉，可以好吧？我真的很期待你。没有，不是想吃。我说实在，真的很期待一位有名的厨师过来品尝我们的料，然后给我们一些意见。好吃说好吃，不好吃说不好吃。好 ，OK， 来，绝对可以。陈翔，你的那个食材啊，材料非常非常新鲜。是。然后那个辣粉。跟整个泰国的辣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它融合了很多，我吃起来有孜然啊，还有一些香料味，很接近那种中药的味道。这个粉的话，就是我们的秘方，里面大概有快10种的料，然后每一个料包含辣椒、胡椒，我进来的货都是一定要一粒一粒的，绝对不会拿粉状的。然后我们亲自的去磨它。有没有看过泰国他们做那个凉拌青木瓜？有，就是他会敲那种，我们就是用那个来慢慢的去磨它。如果我形容就是说泰式的辣，很多生辣椒，很直接、很强烈。那我觉得这个辣很像我们开车开一个寂寞公路，一直弯来弯去，弯来弯去，最后
还能感觉哇那个辣的层次，我很喜欢，什么都会。跟你讲，你到底还有什么不会的？你除了又是导游，又开烧烤店，现在的话就还有洗车店、高级中餐，然后还有佛牌店，然后就投资一些房地产，大概是这样。五花八门，什么都做，所以你等于衣住行育都全包了，对，整个清迈都是你的生意了。配定爱实体两盘配肉，身上是你开胃的鱼毛罕嘞。一下鱼配肉，一下老人顺势，还为老人喝吃酒，乃为的腾书既是夹夹高兴。不管做乜个条路，都当欢喜当享受。是在世界唔像挑价嘅挑价。但身上冇hand铁的，佢老爱讲挑白嘅事情。长地2-3年，老佢特别挑嘅辣粉嘅姊妹有条长，有辣有麻，很为吸引，最美很为有条寒肉嘅梅水。其实我小时候是在台湾的台中东市，小时候在那里读到国一，然后就跑过来这一边继续读到大学。因为我在台湾很坏，然后过来这里也很坏。我12岁过来，我可能就像一个小屁孩。我在台湾那里就是妈妈照顾不了，然后把我送到泰国给爸爸照顾。一过来的时候，第一个语言不通，第二个就被学生就是那种同学啊这些欺负，因为我不会讲泰语，然后久了就被那种内心，它就是会一直在内心一直被压着，直到我长高了，我从130公分长到大概155，差不多这样，我就去学泰拳，我每天跑步。我就变成一个很霸气的人，就是，我要做这桌，不给是吗？我就打，就是那种很流氓的人。然后之后就开始混东混西，做这个做那个，直到我爸爸那时候拿了一本账户给我看，他就说，到年底哦，你只剩5万，随便你花，如果这笔钱没了就是没了，所以我就有点像梦中醒来这样子。初本日错了10点钟的火车长途清迈，查下来喊来高速7点钟的车，爱去一个按照每日落的位数，适度台北的边境。假使讲台湾是身上头一个故乡，清迈是第二个，查下来爱去个每日落，是算是佢第3个故乡嘞。在以前我当导游的时候，我就是会带很多客人会上来美斯乐，他们要求会上来。我个人是还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因为妈妈以前在这里有做生意，两边来回嘛，所以她就知道美斯乐都是华人。之后呢，跟妈妈上来美斯乐的时候，爸爸就说：“你去找这个是我们亲戚哦，你去找这个是我的好朋友哦，一起长大的。”原来阿公那一代就是在云南那边，很多亲戚，很多朋友，很多这些就是生意人、贵人啊，这些就是一起跟孤军过来这一边。孤军渡岸的记忆地图，现在穷人地有冇嘛清楚嘅名词？我哋嘅大约系
國強內戰改下，國民黨帝都嘅一隻鋪嘴。來了之前，愛查過資料，當地其實有一團情感性嘅過程。非常好玩。萨瓦迪卡，奶奶从哪里来的？从大陆来的。大陆来的。对奶奶卖什么东西？卖玉米。玉米。我买一个。好，我从中国云南。云南啊？对。云南，所以这边很多云南人吗？我们先生就是好像就是老兵啊，国民党的兵啊，哎，所以就这样出来。那次生活很苦啊，没有钱啊，小孩子还小。1945到1956年，該下係第二擺國強內戰嘅時期，大部分國民黨部隊退到台灣來，不過有一隻部隊對雲南退去緬甸。喺緬甸10年左右嘅時間，兩隻部隊兵力緊來緊強，造成緬甸政府嘅不安，所以聯合國暫為施壓，愛記者離開。國民黨政府暫會將部分嘅人撤轉台灣，留下來嘅是點點去到台北，也是係大家啲嘅孤軍。到每次落，一下已經看唔到幾種建築咧。記者到泰國嘅土地學，按言食材過年咧，都從啲雲南共用。康姐，สวัสดีค่ะ这个是台湾来的。莴笋凉拌，我们云南菜的特别的菜。云南菜，对，凉拌的菜心。凉拌的那康姐，这个菜心，等一下我们要切吗？切啊，把它左边切，右边切，丝丝的。刀法好好。它有丝丝的、硬硬的，这个再把它放到里面。不给你看，我怕你看到我的刀工太好。厚了不行啊。安心。撩妹是吗？撩妹。你看多轻盈。他的是比较薄一点，但是做人要稳重，所以我的比较厚。好，交给来，在泰国这个有技术的，它不是这样捶，而是它是从旁边这样磨下去，它是用磨的，把它磨成粉。他讲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啦，因为我常常做青木瓜。这可以吃吃看吗？可以吃啊，这个可以吃。你可以喂我吗？谢谢。味道怎么样？很凉爽。我们平常就会用这种汤匙花。对，它用磨的话，它会比我们用机器好。机器是全部都变成粉，这个的话会有颗粒状，有大有小有粉。哇！哇，你刚才已经自己切好了。好，是抓起来。全部吗？还是一点？还是全部拌。全部。好，全部拌。洋葱一放就可以了。我的好朋友。番茄放起来。柠檬。Manao。急啊！急。泰式冷盤會加掉5路，不過雲南蕎麥嘅養生料理，加嚟反應會有到嘅香麻油。尝尝看，现在可以。酸酸，甜甜辣辣，甜甜辣辣，但是它很清爽。就像我说，在那种高山的溪中玩水。我没有想到刚才这么简单。对啊，就是加一些简单的调味料，然
然后这个菜心跟这些蔬菜变成一个很清爽又很开胃的前菜。然后快点，快点，然后不要把我吵了。快点，快点。哇，很甜哎！你是给我喝蜂蜜水吗？好，阿康姐摆完的时候要淋一点酱汁嘛，让它有一点更多汁一点，不会吃起来很干。这就是凉拌菜很重要一个关键。然后一点花生，我就知道。我拿多一点，因为这个你不知道了。本瑞冇马笑容的阿控姐，本爱钓了多真欢喜哦。爱好做下嘅歡喜同樂，做料理嘅人有好嘅心情，做出來嘅菜真好食。这看起来真的很像青木瓜沙拉，哦，真的很像。可是里面的原料都不太一样。我们来试试看，就是云南的这个凉菜，我们刚才亲手跟阿康姐一起做的，它味道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刚才我们就说外观很像青木瓜沙拉嘛，可是吃起来完全不一样。青木瓜的辣是生辣椒的辣，这里的辣又是另外一种，哦，比较有层次的辣，哦，比较有点麻麻的。那它的酸是柠檬的酸，很清爽。陈翔，你就是同他讲，你小时候到现在，印象中最深刻谁煮饭请头胜？一定是我阿嬷。你阿婆对，地哪里住在哪里的？在台中东市的。从小的时候，我阿嬷都是一直在煮菜的，全家都是阿嬷在煮菜。因为她在我心里就是很重。因为呢，我小时候啊，我那时候还小，还在台湾，然后刚搬过来泰国，然后一回去台湾的时候，阿嬷就煮控肉啊，煮这些给我，然后我居然就是跟阿嬷说，我不吃隔夜饭，不吃隔夜饭，这道菜我不吃，我不吃隔夜的。然后那一天就吃饭的时候就变得很冷，很冰。我从国外回来第一天应该要开开心心，可是大家很安静。之后呢，就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就开始回想，控肉其实要炖得越久越好吃。然后我就开始想到阿嬷以前对我的好。Hello， 妈咪。哎呦，阿嬷，阿嬷，มาไกลงินมาไกลงินมาไกลงิน泰國งิน客家งิน客家งินชิพอนมาชิเปาเลยชิมาไก่ชิพอนข้าวเหนียว我没有，我下个月过去，你先泡水啦。臭掉哪有什么臭？阿嬷的都是香，屁都还香。听日日的噪聲，讀附近的山河，看到貴異大片嘅茶煙，原來兩位沒有種茶。不過身上老愛講，跳過兩位冇種茶，大體係靠毒品來落實。泰國緬甸寮國各家嘅味素，大家講係金三角，每次落死啲了。
金山国透过系世界上青岛鸦片花嘅味素，韩国鸦片花是系炼毒品嘅原料。1970年代，泰国政府为咗爱禁脱毒品，老台湾合作，将种茶嘅技术带到台北。然下种茶师代替种鸦片花嚟，每是了成功转型做茶香。You pick a flower? Is flower? Can I see? 其实，在台湾，这个花也很多，只是我们没有像他们这样种植整片，因为他们看起来好像应该是少数民族很难得的体验，因为一般人很少在采花嘛。我刚刚有试着跟他们沟通，然后他们都听不太懂我讲什么。你可以帮我问问看，他们是哪里人吗？สวัสดีครับไม่ทราบว่าเป็นคนที่ไหนครับผม เป็นคนพระนครสวรรค์ชาวอาขา ชาวอาขา他们是阿卡族的7โมงถึง5โมงค่ะ那早上7点要摘到下午5点这样从早上7点摘到下午5点，哇，非常长时间。卡就是对哈。对，哇，那我多采一点，我要问问他，我能不能来这边上班？ ได้ค่ะ 都可以。可以。好，我好奇啊，他这样采这么多，因为花很齐嘛，采这么多，那这么高劳力的工作，他刚才讲说他一天工作这么久，那我想问一下，他一个月是多少的薪资？算称重？对，称重，如果1公斤就是大概100块泰铢。 1公斤100块。 ก็ไม่เต็มกับคืนนึงประมาณนี้เองค่ะอันนี้12คน哦，วันหนึ่งตั้งแต่เช้าจนเย็นเนี่ยนะ ค่ะ 他说，如果一天从早到晚的话，大概只有半笼。他这个因为快满，是因为他是2个人一起采的，哇，所以代表一天是150。一天150块。他说如果他是在他原本的阿卡族那边，是几乎都没有工作做，没有人会去请他们做，所以他们在那里就是没有去赚钱，没有收入，所以他们就会跑过来这里做苦工这样子。 茶会说话，每天他在说什么？听一下，讲什么？他说他有一点痛。你会轻一点。我在小时候啊，我就是不爱喝茶，这是真的，这不是笑话，这是事实啊，真的不爱喝茶，因为太苦了。对。可是现在长大到这里来喝之后，哇，刚刚我有在这边喝茶了，不是不苦了，小时候觉得茶很苦，但是长大之后觉得生命比较苦。茶枪愛脱角，杜巴中心緊脱緊轉，裝作得有冇強樣嘅風味。年老人未強樣，想出久咧是做得了解生命當中嘅韻味。 变出
然后直接拉出来。这个就是你要练，像这个的话，它不能吃到这里。纸的话是很珍贵的纸，它不是价格贵的那个贵，而是因为我们在台北这一边，我们找不到这种纸，买也买不到。所以像这些纸很珍贵，因为都是贵人从台湾啊这些的，台湾、中国，他们有上来有过来教学啊，这些他们都会一直带过来，真不一样。墨汁它会滑，然后。这位是每斯洛的宪法中学，是间古卷创办的法文学校。身上是这位教人写台诗的职工先生，困机卡随笔，老之前使命差高重的全部共用。因为我妈妈她是书法老师，所以她想把我们传统的文化交给下一代。在泰国，她就是比较难找到很正宗、很会写书法的。所以也没有老师去教写书法这些的，所以妈妈他们就决定说想上来教书法。我第一次跟上来的时候住大概1个月，以前是真的对美式乐没感觉，后来跟妈妈上来之后就感动，因为她就是真的像那种很穷的学校，老师的时候就是像我们小时候20-30年前那种，就是拿着棍子。我就是到处拍照，然后就看学生就真的很认真，连我在城里面，我比他们机会还好，我都还不想读书，而他们小学生在山上呢读得比我们好，所以我就开始感动。之后呢，我就会一直跟着妈妈上来教书法，一次就是15天1个月这样子。身上老家爸一直带到清迈，为经常带到台湾的阿妹。当年阿妹就回来每次落一排，教学生的写台诗办展业。身上是为天灯来，这短短的办展业，是一件很宝贵的事件。我爸妈他们2个是分居的，大概国中1年级的时候一到泰国，就是跟爸爸在，然后几乎都没有见到妈妈。有时候可能1年回去1次，或者是1年妈妈过来1次。今天我妈妈一下飞机，明天早上一定是上美斯乐，而不是去玩，没有去其他景点。读学校地图往啊往，有一种出差色的感觉。爱读泰国。用为看得到繁体中文的台词，和听得到台湾常有的波波摩诺。เป็นคนที่ไหนครับคนไทย这个是泰国人，泰国然后3个都是缅甸，3个都是缅甸。对，那你们为什么会想学中文？因为อยากให้พูดภาษาจีนเป็นด้วย他父母想要让他会中文，会中文啊。สวัสดีครับผมชื่อเด็กชายภาษาจีนเหรอดีเจียงคางครับน้าผมรับผมลงมาครับแต่ครอบครัวผมนี่อยู่พม่าครับน้าผมมาทำงานที่เมืองไทยตั้งแต่ตอนที่ผมยังไม่เกิด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อยากให้พูดเป็นครับแล้วก็ให้ไปเรียนที่เมืองจีนเลย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จะหาเงินให้พ่อแม่ใช้ครับ我是华人，我是在泰国这边，清莱这边出生的，是我父母就是在这边教书，以前就是在马杆下面嘛，他们在下面教书，我就随着爸爸妈妈一起上来这边。走进去，听到他们在唱中文歌，在念 “burpmf”，我觉得其实听到这个语言的时候，可能在异地特别感觉特别深、特别浓。这个其实带给我很大的震撼，而且很大的感动。我甚至在看那个他们在唱歌的时候，真的会蛮想哭的，就会觉得，反观我自己在自己的国家，我的母语呢，
我母语已经快消失了，我现在才想找回来，都好像好难找回来。我跟我妈妈上来教书法的时候啊，其实中间这个牵线就是有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因为有法文学校，法语文化创作在台北春天下去。我想要进一步了解宪法中学，从理激动师的事情，所以先想带我去拜访高中。新华中学可以说是台北第一所华校。当初我们是跟随部队一起从缅甸转到台北。那当时我们的部队长段希文将军，他就觉得说我们再回大陆可能是没有希望，去台湾也可能不可能了，所以要在泰国定居。那段将军他很重视我们的中国文化，就为了说让我们的后代子孙不能忘本，不能忘根，所以他觉得必须要从事教育这一块，非常非常的艰困哦。那个时候我们的部队有几千人哦，包括眷属，几个月都吃不到一块肉，那衣服破破烂烂，哦，经费没有不说了，那包括我们的军服都发不下来。在那种情况之下，要创办学校，而且是免学费、免学杂费，还要发文具。即使在台北，还可以受到中文教育，这非常了不起。孤军度每次落安省里面有50人年呢，慢慢的行出悲苦的运命。和法语本基调得到很较多的工作机会，看到法语宪法有确定的，是为唔係法语族群的細個未來學法語。愛團務咧，本單漢公等，基當是形容版創立了學校嘅，高中3號點點，講出集團孤軍嘅相同。其实我们这一批部队哦，我们可以算是孤儿当中的孤儿。那时候国民政府有需要的时候，他会补给我们，给经费，武器的补给啊，可以养部队。后来觉得局势上不需要我们这一批人的时候，就可能1年2年都没有任何的补给。哇，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惨，因为部队的责任就是要打仗嘛。没有办法照顾到家眷，那家眷眷属的责任就是把孩子养大。有的孩子是路边捡过来的，哦，一路逃难哦，养不起，喂不起，那孩子也生病，就把路边一丢。那生存在这个地方，那个时候，人家称为金三角，就是做毒品。很多人就觉得说，我们的部队跟毒品挂上钩，是缅甸跟大陆的边界，那种人不管的地方，土地很肥沃，适合种鸦片，少数民族在种，然后把它提炼成鸦片啊，变成海洛因，要运送到辽国或者越南的时候，要经过缅泰这条路线。那我们的部队驻扎在这个阶段嘛，就可以收取一些保护费，拿这个费用来养活部队，一直到现在还发现了逃难这个词。是不晓得你是什么时候变成孤儿，什么时候你就没有这个人。所以我们从缅甸到了台北，一直到了今天，大家觉得说可以安定的生活已经是很不错了，其他的都是其次。我那时候第一次过来，看到一位老师就牵着小学生的手，因为他做坏事嘛，他表现不好，他就牵着过来，然后拿着棍子，我就心里就想说，不会吧，这样山区还要用暴力吗？还是怎么样？不能在里面让他，我就偷偷跟过来，结果老师就牵到我们这个位置，然后老师第一句话，他就先指，他说：“你看。”
这一些坟墓，你知道吗？是谁？是祖先，是孤军，他们用的是血，用生命来换成我们现在这一块地，我们能在这里住，能在这里读书，能在这里生活，是因为他们换出来的。等他们走完的时候，我就一个人慢慢的走下来，然后我就觉得说，你们应该尽力了。那接下来是我们这里这一代，我是从台湾跑过来这一边，一开始过来语言也不会，什么都不会，也只能靠本地人，也会被欺负，也会被这一些，然后生存下来，然后要让别人知道说，我们有手有脚一模一样。我不会输你的，你做得到，我一定会做得比你更好。唱中华民国国歌。提100可能的陈翔啊，不是很喜欢。那现在一天一天的相处，就觉得好像重新认识这个人了。陈翔真的是很知道自己目标在哪里的人。他不到30岁就已经，其实我觉得他自己已经把自己人生目标都定好。那他的父母分开的早，那我会觉得也是他为什么会这么早就学习要独立，学习要为金钱负责。那从12岁他来到泰国之后，他要面对到的事情绝对比他在台湾的时候要更难了。所以他会被人欺负，被人霸凌，所以他会学泰拳，所以他会玩枪，所以他必须，他觉得当我赚到足够的钱，我要开名车来证明我自己。所以我即便是看到很多他刚强的一面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背面上他还是充满了爱。不管对于家人，对于身边的朋友，对于美斯乐需要帮助的人，他都是用同等的爱去付出。其实这是我很感动的部分。其实第一个印象很屁嘛，那现在我觉得他是一个充满爱的屁孩。这次做的料理的 idea 啊、灵感啊，其实全部都来自于一路从清迈带我上来美斯乐的陈翔。那孤军在这几天里面相处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过往、很重要的一个历史，尤其是校长他说不能忘本这件事情。那我也想用这道料理去告诉他们说，这个中文学校美斯乐对于这边的人的意义在哪里。除了这个木头不能吃，其他都能吃。好。我觉得啊，食物它自己会说话。你带我来这个新华中学，我其实看到很多我以前没有看到的人事物，我也重新认识孤军，重新认识这个美斯乐的产业的转型。那我很想要你再吃吃看。好，另外一个口味。好。
你做这个我一点都不想浪费。那你有没有吃到熟悉的味道？有。是什么？有我自己创出来的麻辣粉。我觉得做这边它是家乡味，它是那种很温暖，太棒了这个。学校后面的墓园，好去采了樟树。那这个樟树其实有一些特殊的意义，是在于说樟树在所有的树种里面，它代表亲情。那我希望这个情感的连接，让小朋友和陈翔有更多的回忆。那为什么我上面要点烟呢？就是说我希望利用这边的产业，咖啡粉放在上面，利用咖啡本身充分的油脂，好，它可以燃烧。那个烟会让他们回忆起过往的辛苦，孤军在这里战争。这个烟有很浓烈的味道，其实是很苦的味道。好，然后从这个强烈的五感里面，他们再去吃这道菜，然后这个猪肉的料理来传达陈翔对于自己家乡的思念，还有对于美斯乐的回忆。那旁边的酪梨，是因为我一路上来美斯乐的时候，发现这个沿路上大家都是卖酪梨，那显然这美斯乐就是一个酪梨的产区。所以我希望把它书法里面融入到这个菜色里面，我就用了酪梨当做了颜料，然后用我的汤匙当做毛笔去画了一条线，然后线上有花，就代表说我们在这几天经过了茶园，看到了这些万寿菊，看到了少数民族阿卡族在采花，可一天却只能赚150泰铢这样的辛苦层面。来传达给小朋友，这些小朋友是阿卡族，他的父母可能就在从事这些产业，或许他们也会有感觉，想要未来为美斯乐做一些不一样的奉献。但是现在至少我觉得在产业层面上，我看得到他们的未来，他们的茶叶的茶厂的进步，他们有机种植进步，他们咖啡产业进步，甚至在中文学校，你看到这些少数民族，他们对于未来这么努力的学习语言。我觉得过往的孤军在这道菜里面已经化成一个新的表现方式，就希望用这一道菜来献给陈翔，还献给这些小朋友，让他们借由食物里面，然后充分的记得住美斯乐带给他们这人生中的深刻的体验。就这一盘，你可以把快上50、60、70年的历史，它的味道、它的感觉，全部都放在这里面。它可以代表一个词，就是说，不管你有多高，不管你飞得多远，不管你跑得多快，你还是会记住美斯乐是家。我们还是要上来回馈下一代的小孩子。รสชาติเป็นยังไง给大家吃吃看，รสชาติเป็นไงบ้างไม่ใช่ต้องอร่อยแล้วอร่อย 啊เยี่ยม好吃เนื้ออร่อยแล้วก็อันนี้ก็มีกลิ่นชา แล้วก็น้ำนี้ก็มีกลิ่น กลิ่นหอมของใบไม้ใช่ไหมฮะ อร่อยครับส่วนซอสมีกลิ่นชาครับ แล้วก็น้ำนี่แบบ มีกลิ่นแบบดอกไม้ใบไม้นี่ครับรู้สึกอร่อยครับ แล้วก็เนื้อก็นุ่มเลยครับซอสอันนี้ก็ได้กลิ่นของชา แล้วซอสอีกตัวหนึ่งอะครับ มันมีรสหม่าล่านิดนึง มีรสหมาล่านิดนึง มาทุกเดือนไม่ได้เหรอคะ他说可不可以每一个月都飞过来每个月那你要帮我买机票然后ซื้อตั๋วให้เชฟเขานะ我想问问他平常在家里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ตอนที่อยู่ที่บ้านเนี่ยชอบทานอาหารอะไรมากที่สุดเมนูไหน
ผัดกะเพรา ผัดกะเพราไทย式的打抛肉อันนี้ไม่ทราบว่าคุณแม่นี่ได้ปลูกดอกแบบนี้หรือเปล่าหรือว่า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 ไม่ได้ปลูกค่ะ ไม่ได้ปลูกแล้วเป็นอะไรทำไมเศร้าจังเลย你的菜让他回想到他们过来这样子，然后他真的很感动，因为他们是少数民族，但是今天他吃了这道菜，他觉得说，一位厨师从国外过来这边，然后很用心的去做这道菜，让他感觉到他有他的家乡味，所以他很感动。所以他真的就你问什么他都说不出来，他真的是感动。那希望我这个礼物我送给他们，当做说以后离开美斯乐的时候，永远都要记得这个学校带给他们的养分，然后以後出去的時候，也有能力的時候也要回來幫助美斯樂。ถ้าเราเศร้าแบบนี้เราก็ต้องตั้งใจเรียนหนังสือเข้าใจไหมเห็นหน้าก็ต้องเราน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อะไรเล่าเองไหนเล่าให้พี่ฟังหน่อย我跟你讲，在这里我们都会有传说，就是跳過係在雲圖片嘅後爸，底下係在頂裏觀光嘅人，春見係長詩聽到嘅味所，見底下係安身立命嘅地方。每三人為了生存，編寫出一個生命故事。我到金山角嘅美港河呢，明燈了跳來每去。離行而繼續下去，海站外去奶酪，會拄到娘班嘅年輕，娘班嘅故事。我係睇的，我老離行變咗一片菜。